节目开始上菜啦！记得订阅11点热炒店 YouTube 频道哦。11点热炒店。我姐姐为什么电话也不接，什么都不接？我想奇怪她到底是干嘛？我直接到我们的店里去，就是银库去，一打开来哇，充满银具，充满银具，她在玩银具，没有啦，她在打麻将啊。如果你打1天就算了，她是1个礼拜打6天半那一种，就是有一个活动。玉林哥也不知道，就有一个人说，哎，玉林哥，可不可以跟我们拍个照？玉林哥，对，不好意思，找我助理，我待会要上台。对，结果那个人是有背景的，而且是主办单位的。歌手来唱歌，2个小弟过来，搞不好岔嘞，去向我大哥道歉，然后我就这样子被岔去一间宫庙里面。11点热炒店熊高菜，不呛不辣不上桌，现在人可能压力太大，好容易走心。没错，路上被他看一眼，怎么样？他刚为什么看我？我是不是很丑？啊，几步微博都喝，又走心了。没错，网络上的言论也走心，或者是有些人说自己 EQ 高，结果呢讯息没有回，只是1秒内没有回，就开始脑补了，对，是不是不爱我了？啊，我们大伙拍个照，对不对？啊，没 take 他也翻脸。会。他线都忘记 take 或者说我们讲话语气太平淡啊，就玻璃心碎满地这样。真的。对呀，所以你也是一个会走心的人嘛？我还好，应该不会吧？那么有智慧。因为我也走心过，然后发现自己想太多。后来我就决定不要再这样。那玉林哥，你会走心吗？我还好，我就是过度乐观的人。我没神经啊 ，OK。那网友留言大家都会看嘛，我就没在看的人。这个特质在这个你骂我也不知道。你不会纠结？不会啊，因为我就觉得可笑啊。你知道有一种人，因为你怎么骂我，我也没少赚1毛钱。玉林哥会给他神秘的大拇指。对，我跟你讲，真的是用这种方式，你们千万不要跟网友对干。很多女艺人莫名其妙，你知道吗？是吃饱太闲了，人家讲你什么，你就要跟他反唇相讥。对。我跟你讲，我一律都是说你真难笑，你长得很猥琐，我就神秘的大拇指赞，你都要挥起。你这样子，这一招很好，就是厉害啊！不管什么你都给他赞。那个好好回他的，我告诉你，你等于在召唤负能量，因为他们会发现讲你坏话，你会回他。对，他在等你回，对，好了，他要你重视他，要你知道他的存在。没错。对呀，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的都是一群他们互相都会走心的。他们他们自称不会走心。好，我们来欢迎 Apple 乔欣Apple。牡羊座2个，然后还有一对夫妻档，夫妻档，董仔、海莉，处女座跟双子。欢迎这个姐弟档小钟的银娃妮可。为什么姐姐是银娃？哇，因为她卖银的。对，真的啦，银饰，买了30几年了，30几年，大银窟啊，我们家，真的啦，都是银啦，你需要银具来我们家啦，真的啦，没问题。那个韩国的电视叫做韩剧嘛，对。那西洋的玩具叫做什么？洋具没有，就洋娃娃。来，我们先从钟哥开始。我跟你讲，今天这样来，可能姐弟关系会越来越糟糕，会降到一个冰点呐。冰点，真的是因为现在通告真的很少。我们应该真的没几个节目可以上。一般来讲，这种通告我是不接的。真的。他想说带姐姐来，但是哇，想不到真的要讲到这么硬。我自己都觉得哇，我跟你讲，经纪人挡我财路，放我生，放生我，字也念错，成这样了是？放生我跟你讲，因为我姐姐现在是我的经纪人嘛，对。然后现在我们比如说电视通告，现在说真的很少，比较少。最主要是来自于业配、代言或者活动，都是来自于这个我姐姐这方面，因为她都会私讯，对，直接信箱，对。但是重点呢，永远人家都说，钟哥。为什么我们找你这个活动？为什么找你这个代言，或者找你这个业配，都联络不到你的经纪人？哇！我听了就说奇怪，我说有啊，怎么可能呢？后来我发觉有一个可能，有一次我就直接，我想说，我姐姐为什么电话也不接，什么都不接？我想奇怪，她到底是干嘛？我直接到
我们的店里去，就是银库去，一打开来哇，充满银具，充满银具，他在玩银具，没有啦。他手真的很忙，他擦亮银具，擦亮银具，手很忙啊手很忙，他在打麻将。啊！如果你打1天就算了，他是1个礼拜打6天半那一种，他电话几乎都关机。对所以说任何人要找他都找不到。那变成说他没有帮我 push， 帮我去推通告就算了，也就算了，他还帮我退通告。哇哩多嘞！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他就觉得他打麻将比什么东西还要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会不会事啊打麻将赚的钱比你的通告费还多？对啊，你可你还得意洋洋我，跟你讲真的因为他的牌咖有一个就是牌技很差的张伟总，对，哇，大概输了1栋房子给他。张伟忠真的被你们搞穷啊！一个厕所我跟你啦。讲，他多帮詹老师，你知道吗？因为他打麻将打一打，他说：“哎，钟哥做很多直播什么的，不然你签给我，我帮你 push。”对，詹老师就签给他，对所以还多一个詹老师就签给他，那就到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去直播，对对对然后签给他，对然后重点是通告进来要找我了，他说，哎，那他说有人说，哎，那小钟哥太贵了，你要不要发詹老师？因为詹老师给他抽成比较高，他直接把我往外推。钟姐，这个叫我这很难他堪，你知道吗？太走心了吧？情何以堪啊太走心了啦！我真的走心，后来那个詹老师，没事啦詹老师就觉得他对不起我。詹老师有一个房子在大安区，你那时候想买不是吗？我想买，对对对对大安区这个很有名的一个事件。我说，哎，我去看，哇，这个房子在大安区，然后整个装潢好了，然后实际坪数差不多快50坪，大安区的老房子哦。我想说，哇，他才卖我多少？卖我很便宜就对了。对那我姐一看说，这个风水不行。然后这个那风水真的你说很风水怪。师的房子不行，对不，我讲给你们听，为什么不行？看风水的，对真的，他们家走进来是有一个那个走廊，长廊那我们家是不是走进去是要客厅，对不对？你猜他们主卧室在哪里？在哪里主卧室的门在走廊，哎，而且他厕所在阳台。对啊，是啊，风水有问题，没错啊。对对啊，所以我不管阻止他不买啊，而且还是要走楼梯，没有电梯的。那个问题，我们喜欢运动 OK 啊。老了怎么办？我很想买，因为我不管，因为买房子有个最重要的嘛 ，location 嘛。对对对它的地段太好了，我大不了把它的整个房子打掉嘛，打掉重用它装潢整个打掉嘛。后来我没有买，隔了1年它转卖之后，它是原价又多出了600万，直接我买的话，我只要隔1年我就可以赚那个600对你其实万。转卖就有600万，后来有一次，詹老师有我跟他出外景，詹老师直接打电话给我，好，小钟，我说怎么了？他说，哎，我跟你讲，这次是100年难得的股灾，你赶快去买，一定赚大钱。我说姐，你把我的定存什么几百万先给我买一下。他说明天还会再跌啦，明天呢连续涨了10几天，跌了3天，你们记得吗？股灾。隔天他说，哎，詹老师说对了，涨停板，我气到快，大概可以直接躺着可以赚个100-200万的真的一。直在搞你。然后我跟你讲，真的然后我更惨挡财路，哎然后他是我经纪人嘛，他讲的都气了你看我跟他，我带他去国外直播，你照理讲要做好经纪人的一个分内的工作，帮你这争取帮我争取，帮我干嘛都 OK 嘛。然后我跟他去，他每次都心事重重，一直在打手机。我也想说不要妨碍他，不知道有什么可能跟姐夫吵架或干嘛的。然后我们譬如说隔天早上要去直播嘛，我奇怪，该起床的时候他没起床，打电话给他他又不接，哦，对，我就直接去敲门，也不开门，我就直接叫楼下的那个帮我开门。我以为他又怎么了？因为之前在那个飞机上他不是身体出问题吗？对对，我想他在女大有说过，所以我现在只要出国，我跟他我都要再带一个助理，其实就是要照顾他。照顾你，然后助理照顾他。本来他要照顾你，对你现在多派一个人来照顾照顾他。他，多找一个助理因为他啦。路也找不到，好花钱哦很紧张。然后我一打开门，哇，不得了怎么了，他真的是用在手机，但是他在联络，因为他现在都是在线上，客人会在线上跟他订货，他在忙他订银具对，在忙着他处理他银具的事情，所以他根本没有在处理我的事情，他在计程车上也在处理的银具，哎，那个黄小姐，我已经帮你寄出去了哦，然后陈小姐，我想哇，那我带你出来，我觉得反而我更累，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对呀，
而且我真的觉得他比较偏爱詹老师呢，张老师排的好很满多元，好丰富。但詹老师为什么这2年这么热衷直播？你知道吗？对，为什么？他那个算命也出问题啦。没有怪他嘛，他自己在那边呛说算命不准，红包不收。对，老钟哥，他后来怎样？啊，后来真的是都退给人家。赢我还要回应一下。说的这样，我一定要反，笑得好开心。对，真的。小钟说我这一点事你都做不好，所以让你走心了。他每次他讯息我，哎，我那个今年的股东分利息汇给我了没有？我说有啊。他是你什么的股东？他自己，他是自己传播公司的股东啊，有利息，每年有利息收入。对，然后我都会传给他，然后在那 PS 后面我都会写113年的股息收入，我都会这样写好，然后给他，对，给他传给他。结果他每次问我，没有啊，我没有收到这个钱啊。他就是很惊异的，要不然就说，那我们那个合约剩几年啦？对，然后我说，剩3年，我会跟他讲啊，现在剩2年，那我们钱有收过吗？我说有啊，几号的时候收过一次？那你拍给我看。他很不信任你，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接业配或干嘛的，他可能是分期或代言，他分期代言都是分期，或者是说什么时候要给头尾款，我们会搞不清楚头尾款，那我们就会多问他说，到底你有没有？因为有的厂商会没有给你这个钱，要查，我就每次会问他，所以他查给我的时候，我就会可能会比较担心一点，对，担心就是他会不会忘记收这个款项？我担心这个。他曾经有发生过这种事吗？当然没有啊，然后我就很辛苦，我就必须，譬如说1年前的，我就开始一直滑对话记录，然后截图再传给他。可能今年2025，我要传2023年的截图给他看，就要找，很不信任呢。所以不是我开始不信任，是有时候他带我去做一些活动，是黑社会的。小伟介绍的，我进去卖银具，多少钱？都留平头，他们不会笑刺青哦，然后戴的那个黄金大项链哦，很可怕。对啊，我也主持过这一种的，我只是要去尿个尿，然后6个兄弟在厕所门口挡住我，不可以进去，我们多一点在那里放流。然后我尿都快爆出来了。玉林哥，我们坊间听过最经典的，就是有一个活动，玉林哥也不知道，就有一个人说，玉林哥，可不可以跟我们拍个照？玉林哥，对，不好意思，找我助理，我待会要上台。对，就那一个人是有背景的，而且是主办单位的。你记不记得玉林哥这个事情？是乖。然后呢，那活动进行当中，歌手来唱歌，2个小弟过来，搞不好岔嘞，去向我大哥道歉。然后我就这样子被岔去一间宫庙里面。幸亏我社会历练丰富，不等大哥开口，对，歹势啦，我唔知啊，你是对啊。旁边有人会帮腔嘛，对啦，人玉林拢叫你大啊，以后吼就是咱家己的啦。那个叫做啦，大的，好啦，下面叫恁助理。我不相信你没有眼神，你应该看得出来他是多爱。我跟你讲，你那个他穿的那种背心，你那个事件之后呢？因为我也有去主持嘛，每个那个不管是多大牌的，可以照相吗？小钟哥可以，多大牌的都一样哦。你坊间看到唱跨年压轴那种，可以照，可以。我听他们讲是大远远走过来，那个歌手啊，对，拍照。譬如说，我们活动很多，他要唱歌，那我一定要先把卡拉给公安公司嘛。那他就给我们信箱，我们就传给他，我都会说，那麻烦你帮我听一下这卡拉有没有问题，这很正常。然后他们都会回答一个什么，收到。那到底收到，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了这个歌。结果他到现场一唱，哇，这你还笑得出来？怎么可能笑得出来？你要帮他没事啊！我怎么办？我只能我也傻眼，我就赶快又再拿重新的去给他。一样，气死！双节棍我唱了3次，没有一次是完整的，单节棍啊。结果
结果他一下来，当然因为出糗的是他，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可他一下来就说，你连这一点事都做不好。哦，姐姐就很走心啦。对，这句我听到，我是真的是照顾他那么多年，对不对？对，20几年照顾他。后来我跟你讲，对后来我大部分一上台没音乐，我已经习惯，我都清唱。最后受不了拿新的卡来，姐姐你重新灌一下。所以结论，我觉得他们两个都没有走心呐。还小可以吧钟到现在还是跟妮可对还要好啦而。且妮可还可以啦一直听他的抱怨都笑笑的。对啊，因为我觉得他讲的也很实在。哎，那我们来问一下乔欣，来，乔欣，有什么走心的？我跟你讲，我真的其实非常不容易走心，但这件事情真的走惨了。韩国分享见闻却成众矢之的。哎呦，对，相代你知道这个原本不想走心，我知道，你知道，也因为你们节目让我走心走惨。你知道，因为这个事情一发生之后，你们节目推我通告哎，哇，这什么事啊？哇，这个事情很大。那个事情我跟你讲，其实真的很闹。那就我刚好去韩国玩嘛，然后那时候他们刚好在弹劾他们的总统尹锡悦这样子。对，那我就可能就刚好经过，然后就看到他们就可能就有一些那抗议的民众嘛，那我可能就想我就把这个拍起来了，然后刚刚好呢，我走，然后看到他们在一个公园，然后那个公园呢，他们就用的很像园游会，你知道，就一台一台的餐车。那我那时候会讲说，这是因为这公园我平常就会经过，然后今天怎么有餐车？那我就看了一下这样子，然后刚刚好餐车呢就有一个阿祖嘛，就有一个阿姨这样子，他就看我在那边东张西望，他就挥我这样叫我过来，那我就过来，然后他就给我那个辣炒年糕，他就直接给我，他说免费的什么意思？原来是免费的，然后我才知道说原来那一天那边的所有的餐车都是免费的，就很像马祖绕境，对，就是可以这样子。免费吃。对，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想说，是免费的，然后我看说哇，就是这个场合，我觉得还蛮新奇的，我就把它拍起来了，然后我也顺便就配文嘛，因为你知道，就是吃到人家免费的，所以我就自己写了说，看到这边觉得很酷，然后也不好意思，就是让我免费的蹭吃蹭喝，因为就拿到免费的嘛。我这边自我解嘲说蹭吃蹭喝吧。对，就后面一到晚上。就发现奇怪，我的那个 IG 怎么开始一直在想，怎么开始有一堆韩国人开始骂我，而且他们会用，对他们用那个翻译年糕，就是翻成中文。你吃大炒年糕，他们用翻译年糕，一下就知道了。对，翻译年糕一看，在骂我，就骂我一些政治的事情，我可以理解了。就是因为政治版就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他说那可能让他们有点不高兴了，我就立刻一有人骂我在韩国的时候我就把这一篇给删掉，对，然后删掉之后，后面大概过了2天我就回台湾了，回台湾忽然你知道吗？就接到那个记者的电话，对，然后我想发生什么事，然后才发现原来这个事情传到台湾，变成是说他们骂我蹭吃蹭喝，因为你知道蹭吃蹭喝这种东西由我自己讲。跟由别人讲我对不一样，是不一样，就开始说，哎呀，有点都要国外去了啦，哎呀，怎样，然后他们还跟我讲什么，讲说，哎呀，你看啦，还把那个，因为我那时候把文章给删掉了嘛，所以其实台湾很多人是没有知道我真正文章在写什么。他一说这件事情，我立刻把我删除的文章给他重新贴出来，我要把它置顶，然后我自己又再写了一篇。给他们看哇，然后被骂更惨了。跟我们节目推通告有什么关联？刚刚好好气，好气哦，走心了。应该不是你姐姐走心，是制作单位走心。2天前还3天前，突然推我通告为什么？你们的那一集会有韩国的男星来这样子，所以相信可能对那些男星他们的公司也会觉得说这个可能有一点点声音，头痛人物。对，是头痛人物。哇，那你以后都不能跟韩国人。没有，现在没事，现在就是那个事情已经过了，就过掉了，就已经没事了。Apple 来。我走惨的是什么走心的事？这是我自己个人走心啊，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小事。老公说你怎么收不回去？
这对一个生完的妈妈来说，这很过分，尤其是老公讲的，就会令人觉得很火大。其实我觉得他在称赞你，你以前好容易哦，做什么都好厉害，啊，现在怎么？没有，他绝对不是这个，没有，他绝对就是说我怎么瘦不回去，因为像那时候我生完以后，我其实还是身上还有很多公斤没有瘦下来，然后跟我差不多同期生的，像杨晨曦呀，还有熊熊他们都很快就瘦下来，这些人不正常，瘦的跟猴子一样，对不对？然后我老公就会跟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回到家，我老公就会讲说，你看那熊熊他们都瘦回来嘞。你怎么这样？这种老公不行哦。对，我就很难过。他老公本来就不行。你怎么这样不行啊！那要不要重新开始？然后我就很难过。牡羊座重新开始。对，少在那边，我就很难过，我就跟他讲说，那你都没有想过，我这样子瘦不下来，会不会是因为我之前真的太瘦，所以我瘦不回原本的样子？对。然后他就说，是吗？我觉得你原本的瘦度很刚好啊，我就说你简直就是要逼死人了。哇，对，很过分呢。不行。而且你才刚生没多久，要多瘦？你现在已经很瘦了。生完1年了啦。那有点久。但是我后面发现，因为像我周遭就会有一些比较会说话的朋友们，他们就会讲说啊，那是因为你生之前太瘦了，你以前才48公斤而已。其实你现在比较好看。对，他们就会这样子讲，我发自内心的。对，你老公不 OK， 这样不行。我马上就回去教育我老公，你看看人家都怎么说。我跟你讲啊，我们每年主持那么多场尾牙，每个董娘都肉肉的啦，命才会好。你看那种瘦巴巴的苦命，红颜薄命，你知道吗？真的，要不然就是小三命。什么意思？你也是董娘，我们两个都瘦了，口下留情。对呀，真的。OK， 来，东仔，换我，来，我的也是属于就是比较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就是海莉要我收拾家里。那这有什么好走？对，这是应该的吗？对，你们先听我讲，就是呢，我们家有一个餐桌，然后这个餐桌呢，本来是要设定拿来当做就是餐桌的，最后呢，因为位置的关系，我们就会在客厅吃，那个餐桌就变成靠墙，然后我就开始摆我的公关品。那你知道有时候公关品你会有拍完了之后，你就可以自己用，或者是想要送人给家人，然后或者是还没拍的就会放在那，那堆着东西回家都往那里放嘛。习惯了。然后呢，他可能已经到了看不下去的地步，太多了。可是他也不会直接指责我，他只要说，那是一座山。好，你先闭嘴。他会说，老婆这样齁。有没有可能？他一这样子起手势，我就觉得来了很烦，是不是有机会？也许你要开始整理你的东西，很委婉，很好哎，好先生，别好人呢。没有说你那个怎样，对。然后我就因为。不是只有一次这样，是好几次，然后我就会觉得好像又要被管了，因为我自己是属于那种控制型人格，我会觉得我想要这个时候，因为我是处女座，我想要这个时候整理，我就要这个时候整理。我不想整理的时候，你就是不要管我。星座很好用哎，星座出来，理由很多，完了处女座。然后呢，有一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拍，他这样拍，他用拍的，然后拍到我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直接大爆哭，那一刻刚好有拍下来有影片，看一下，哎呦，他就是很多公关品啊，那公关品就是该拍的也拍了，该用的也用了啊，他都至少放3个月以上了，有的啦，我可以把那个3个月以上整理起来嘛。觉得你难过的点是什么？不要碰我东西，因为我要收，我就是要自己收。那我不能帮你收，你看不懂，所以我看不懂，我就可以丢啊。不行。对，大概就这样，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那天有一个气，然后我就觉得你不要再讲，我就觉得他好像每次讲这件事情就是指责我不好。没有，为什么不收一收就好了？不是，我有一个我的节奏。对。可是你会哭成这样，表示你其实也很在意。那比如说海莉去帮你收，你 OK 吗？对，我试过了。对，不行。对，不行。原来还不行，你就躺着都不要动，对，我来收。对，你不准动，你动了我就不知道放哪里了。不是因为我有分
哦，这个要带回家给阿嬷的，我妹要的，可能朋友来，我可以给大家挑的。对，我有自己的分类。哦，乱。后来现在稍微更整齐一点，就是我分类的更好这样子。哦，但是还是堆成一座山，啊，就是本来一座山变成5座小山，没有变成平的，现在堆到沙发都没地方坐。乱讲。这个没办法啦，那个婚姻生活就这样。我们家那个餐桌哦，容纳12个人，所以表示有12张椅子哦。对，我这样回去哦，我自己要坐哦，找不到空椅子。我女儿的书包，我女儿的娃娃，我女儿的水壶，反正我女儿办法把它塞满啊，对，每一张椅子都塞满这样。哇，我也算啦，我就不要紧啦。告诉你为什么？那表示你们家很久没有请客人来了。哦，就是没有颠倒过来，是因为那样我就不请客了。也是，那个要收太累了，而且收你女儿会不开心。对呀，我跟你讲，那你就多请几个人到你家吃对，饭。我跟你讲，他只要有朋友来，我都超欢迎的。因为我会收，为了面子，爱面收子，了所以他就会把他想办法，这个等一下他来可以给他，这个给他，哦，这这个东西就慢慢的减少，减少，真的真的，只能用这一招了。没错，来，海丽换你啦，来，来，我哈比较。就是针对他，我都比较温柔。说我亲近的人，就是我在意的人不好，我就会走心。哎呦，不认同。你现在连这个都讲自己优点哦。没有，想加分是吧？做人设，因为我就是我不在意的人，你说什么就像酸民，随便你讲，对，无所谓，就跟玉林哥的态度比较像。对，关我什么事？对，关我我又没有少赚1毛钱。对，可是你说我老婆，哎呦 ，Oh my God，好加分啊！你可以举例一下，他们都说你老婆怎样吗？像那时候我刚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这群人在工作嘛，他们已经有一个自己的 tempo， 可是我那时候在传统媒体刚跳过来新媒体，我就还不知道他们的工作模式是怎么样。那有一次呢，就是他在化妆间，然后我忘记是服装师还是化妆师，就是有对他大小声突然的，我也不知道啊，我只是干嘛走进去，我就听到因为他那时候是制片，他制片就那个在对他说啊怎样，时间怎样的啊，我这样就来不及呀，什么之类的，比较激动的那一种，对，很激动哦。然后我就想说，恭维刚我需要呢，他就真的发出，他就来出声这样子，我就说，他讲话有必要这样吗？他是不能用好好的讲就好，我们是在工作，又不是在吵架，又不是在争论节目，又不是好讲太多了，对。然后我就有点火气上来了，我就说他是谁啊？他干嘛这样？然后他就说啊没有你，他就安抚我，变成他换他安抚啊没有，变成好人。对，你去忙你的，我在跟他瞧事情，你不要管那么多，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就只是那个上脑了，哇然后后来就结束以后，他就说啊那个是。我们就会这样子相处的模，因为那个也跟他们合作很久了，他们就是都这样，对他们相处模式就这样，像他们7个人，他们也大部分都是这样，有一个自己相处模式，有自己相处模式啊，我是刚来的，我不懂，就有点踩到那个化妆师的一个。那海丽，如果你是董仔啊，那个人这样对你说话，你自己本人不会生气？凶我的话，就是你会自己会生气，那个化妆师骂我，对，你是理解话有什么？对呀，我这个问题很难吗？没有，他耳朵不好。如果他骂我的话，如果我真的做得不好，我就会接受了。对，可是如果你是无缘无故骂我，那我也跟你杠起来了。OK 那所以你就是说，如果骂你亲近的人，你就会走心了。对。可是他骂我就，如果你骂不是事实，其实我也懒得跟你争。就有点这样。那他如果他对董仔这样，如果他是对我这样，你会出手相救吗？没事，因为你跟他不亲近。对他特别强调亲近的人、在意的人啊，在意的人。就是我有一个美术助理啊，他是之前我们在拍一个中式的戏，有台的戏，然后拍了一阵子以后，他就刚来，他也不会，可是我就慢慢教他。可是那时候我就比较严格严厉，因为我觉得工作就是要做好，看摸导演说什么就要听什么，赶快动作迅速，不要妨碍到技术组。她是一个妹妹，妹妹头，可是她就是压力会有点大，因为她刚进来。可是我又指责她说：“你为什么这个不做，那个不做？明天的剧本看了没？明天的 round down 看了没？干嘛？”她有一次呢，被我念到就崩溃了。可是我不知道是在我师兄的面前哭。那我刚好进那个办公室，我就看到她那边啪
哗啦的哭了，然后我师兄说：“你看啊，你就这样啊，他哭了啊，怎么办？我就只是怎样就该怎样就怎样啊。可是我没有照顾他那个心态，就他什么都不懂，刚来的时候会有一点焦虑的那个状态啊。我已经做很久，我都知道该干嘛。后来那一部戏呢就拍完了，也就这样结束了。那他也没有跟我联络。后来我听到他在友台变另外一台成大柱，很厉害。”大家都称赞他，我听过很多同事称赞他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他既然变那么厉害，我做人是有到这么差吗？为什么都不跟我联络，也不告诉我说你在那边过得怎么样？然后我就觉得哇，我好像以前真的是对他有点不好意思，就是太过分了。就是所以这个故事跟我们主题有什么关系？他走心了，你要讲这个，我也走心了。哦，那最后就是我也走心了，做人很失败，这样好像以后不要再这样。自从那一个以后，我就不敢再。你知道有一个业界前辈有跟我说，他说你不要小看所有的幕后工作人员，对，因为你不知道他们哪一天就不一样。对，现在我们认识很多制作人，以前都是小助理，对啊，现在看到那个小助理，我们都很客气啊，因为哪天他们。都被，而且制作人有一天会变主持人，表企划，哇，看到他我说哇，你身材真苗条，苗条的来看一眼，做错了你也要说哦，你这个错得很好，我从来没有犯过这种错，倒也不用，对，千万有一天都会变一个咖，哎，对，真的是要对大家有礼貌。OK， 前面啊简单聊了，真正我们的重头戏之后面呢，我们要两两一组哦，进行现在。不走心的游戏，哎呦，真的，反正呢，我 diss 你，你 diss 我啦。啊，你如果一旦走心了哦，就会乱棒挥舞这样。哎呦，这个太狠了啦！来进行我们的现在不准走心。不走心。好，来就 diss 对方哈。哇，啊，走心呢就会被乱棒处理了。来，准备了，好，来 action。大家都叫你钟哥，你还真的把你自己当成哥啊？啊，哥啊。你那一声歌还不是靠年纪出来的，你要搞清楚啊！到了一把年纪，演艺圈没有任何的代表作，我们也没有。两个字要讲出来，我只能说没有，那两个字要讲出来，丢我们钟家的脸，丢脸，更小，就好像瑶瑶讲的，我们在场哪个人有代表作？你的代表作秀给他看，好反击，小钟，来，请坐，请坐。我每次兴高采烈，带女朋友给你看，我这一把年纪了，对，你不是嫌对方的脸都是塑胶啦，就是嫌人家胸部是假的啦，太多，你不看看你自己，又矮又胖又丑，走心了，走心了，不行，你走心了，好坏哦。对。没错，对，哎，你不这样讲，可是人家姐姐最近有在减肥啊。对，你有在减肥，对，真的，你有减肥。我跟玉林哥学习超慢跑，对，我看得下你整个都瘦下来，你有减肥，我真的祝福你。对你真的瘦下来才知道不是胖，是什么？所以减不减肥无关呐，跟减肥没关系，太狠了啦！真的，你也碰到了我跟玉林哥，真的。唐老师，我必须说你瘦下来真的，是不是差点要叫唐老鸭？你瘦下来还真像唐老鸭。唐老师曾经是知名配音员，说真的，你会模仿唐老鸭吗？还好。说到修比都华，大家还知道里面混的最差的是谁？是谁？大家都知道里面有4个人嘛，对，宪哥、吴宗宪，人家日安完美卖得好，是。谁的身材最好？刘畊宏。谁唱歌最好听？小马。而且还娶了有钱人。还三立组。那第4个是谁？哇，糟糕！我啊，钟哥吗？对啊。钟杰的歌吗？原来钟杰的钟就是这个意思。他走心了，他走心了。原来是钟杰哥所有的事情都在你的手上结束了。Oh my god！ 你就是钟哥。
哇，有这个脸垮了，脸都垮了。姐姐，你要回答对。我头发起码比小马多，怎么样？而且刘畊宏有什么了不起？健身的人那边都短。大胸肌，小鸡鸡。宪哥嘞，宪哥，我宪哥我真的不能讲。哎，这温短，这温短，哎，对，温短。妮可姐，要你不是靠我的话，你今天可以来上节目吗？你今天银饰还有办法继续卖吗？你还不都是靠蹭我？你自称网红钟姐，这个名号也是我给你的。钟姐，哎，没有钟哥等于也没有你呢，对不对？糟糕了，不能回话了。对，没错。我们承认，你甚至排咖也都是我的朋友。这应该事实吧？忍住，对啊，这个我可以没有接受。钟哥，你就是一个平凡的在银饰店里面，然后在那边插银具的小妹。真的，好，来，继续来。对，我跟你说，每年过年的时候，都跟爸爸说，哎，我今天会带新的对象来哦，没问题，明年我一定结婚。对，结果到现在53岁，哇，53，然后谁在等着你？谁？阎罗王。哎，真的，你是不是姓向？你在预言吗？因为我姐姐甚至说我是 gay， 怀疑你，怀疑我是 gay。我怀疑你跟潘老师的状况是一样。你记不记得婚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是同性，对不对？对。一直到结婚才还他清白。对，他是双性。全部都扯到别人去了。但我觉得我走心的部分就是外边的人这样讲我，还没结婚，还没有什么，我无所谓。姐姐讲我就会走心。你这一把年纪了，姐姐怎么样？我跟你讲。你有老公怎么样？你说我没有老婆，对不对？你有老公怎么样？怎么样？重点是你老公都不碰你，你现在是妮可盘丝洞。因为他那天跟我讲说怎么办，姐夫都不碰我，后来我就带我姐夫去医院去测一下，就是睾固酮低落，医生吼2针下去，哇！不得了，那你就外行。小时候我们家养猪的，我很了解。奇怪，那个公猪哦，怎么样都不胖母猪。我们打那种人工的睾固酮，哎，母猪毛不好。对，有一天呢，哎，那个公猪好了，你知道吗？怎么好？换一只母猪就好了。换一个母猪也什么药也不用吃，什么针也不用打，只要换个母猪。对，好坏啊！你是一个很认真的艺人，做什么都很好，变魔术也很好，冷笑话也很好，但是千万不要再想做音乐人。这是他一辈子的梦想哎。对，可是就是会赔钱呐。这样我是你经纪人啊，我也吃不饱也穿不暖，怎么办？赔钱货。我跟你讲，有时候当你有钱的时候，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说，这个虽然赚不到钱，但是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对，哎，那姐姐担心也对啦，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年纪还能够赚多久？钱乱花的话，因为你说做音乐其实都很花钱的，花钱拍 MV 也很花钱，你不如去买房子或干嘛都来得好。我看你3天2头都在 po 你那个唱歌、自弹自唱，对，然后点100首跟听1首是一样的。你讲的比我姐姐还狠。是啊，因为那个对玉林哥才会让人走心。小新，你有觉得吗？就是100首跟1首是一样，就是那个风格调都很像。就我每次看说，哎，这不是发过了吗？怎么又发？原来是不同手哦。我们谢谢这一对可爱的姐弟组。来，接下来是我们的夫妻组来就位。哇，来，那就头一先哦 ，Ready Action。不对，你要先。好，来，那你先来，准备 Action。大家都叫你网红，你以为你真的很红吗？哦，哇，这好伤他心哦。对呀。对，我很红。这一群人里面，有点唏嘘啊，这一群人里面，他算最红的啊。在吗？对呀。你说他不红在哪里？你说这一群人里面最红的是哪一个？看，我跟你讲，这群人里面如果没有你，他们还可以是这群人。所以他是这一群人里面的路人。你随便什么猪姐，任何人都可以取代你。哇，医生也可以演，木星也可以演。你长那么胖，
你那个小腿粗到一脚就可以把人踹死啊！怎么样？那你就被我踹到旁边去啊！你走啊！我跟你说，赚的不多就算了，至少床技要让我满意。结果呢，直接秒射，几乎跟我月经一样，越叫。都翻出这很来了。硬哎，这很硬不哦。小心不要反驳一下，回应一下，男人的面子要回应一下，好不好？来，秒射，你是不是也是一样的问题？换一只母猪就好了。没有，他已经秒射了，还换个母猪，可他1个月只有一次啊。还好你那个鼻子有整啊，不然大家都以为你叫木星啊。我跟你讲啦，为什么啦？我3秒射啊！我每次跟你在做的时候，你那个叫声超像鸭子要死掉的叫声。我跟你说啦，就是呢，来各位看好，我这样一卡叫做18公分。对，你是我交往所有男人里面最短的。东仔继续来，相关的继续讲。你每次都带我去吃难吃的东西，最难吃的就是你的。差不多了。好，这个好玩的也舒压啦，讲一讲回去没事了。对啊，两个好敬业哦。我觉得不要，我觉得对你的值得。刚刚讲的不是实情啦，他们只是为骂而骂。真假假，真的假假，各位不要当真假假真真啊！好，来姐妹组就会来。哇，好特薄他们。两个母羊座，对啊，2个母羊座吵起来不得了。厉害，两个都火爆了，两个都火爆了。来 ，Apple 先哦 ，Action！你就算长得再漂亮又怎么样？怎样还不是马界的公主而已。我跟你讲，你要做，这不是马，我也是爱马仕。爱马仕。哎，对啊。我跟你讲，你的脸的下排尖的跟月亮一样嘞，超可怕，月亮脸。那是你吧？你要不要看一下你现在的脸？你是不是走心了？没有。那我跟你讲，你才真的注意一下，你今年几岁41， ？41岁了，麻烦你不要再装可爱了，好不好？怎么了吗？我跟你讲，超级小兔，没关系，我再怎么装可爱，起码我老公爱我，有谁爱你呢？你老公私底下都跟我讲，讲什么？你就是胖子。然后他还说什么？你没学历，没文化。没学历，讲这么难听哦。他老公说没学历，我没学历，没文化，你要不要报一下你的学历呢？高职毕业。你毕业。大学呢？你39岁了是吧？也是很老了嘛。还好现在胸部保养应该很辛苦吧？不会不穿内衣都要垂了。你这个透明肩带拿掉吗？你不敢，因为如果没有透明肩带支撑的话，它就在这里。怎样？不是，我才跟你讲，麻烦你演艺圈的时候多努力，好不好？怎么了吗你要不是靠我，你觉得你能出写真集吗？是因为靠他才能出写真他啊。就是靠我的。他原本他们公司要安排他跟大牙，对，没办法，没流量，哇，后面才跟我一起。啊，原来还有这个那你知道吗秘辛哦。不能跟大牙绑在一起，是因为他比我还平。我们出了要看什么？你们说我平，我也还是有个 C， 是不是 ？C 也够出写真集了吧？ C 可以够，可以所以跟你绑在一起，是因为你出了写真集，那也只有马要看啊。他刚才出一本叫做《马奶的传奇》。就像我出马奶的传奇，我也是靠自己啊。对啊。你呢？你就是人家说的哪种，你知道吗？哪一种演艺圈最不可取的，怎么了？对就是靠着嫁给牙医想上岸，靠去努力自啦。己没本事。你到现在出道已经20年了，怎么样唯一代表作是什么？你也没有啊？就是哭。这个他会走心哦，因为他这么多年来网友都讲到这件事。对，我跟你讲，对我老娘呢，我老娘，我就是靠哭跟唱歌难听，赚的比你多100倍。哇！我懂了，没关系至少你是靠你自己，他是要靠他他都老公。靠别人，人家儿子还秃头，怎么办？你知不知道有一句而且他儿子为什么秃头吗？因为他也是秃头。你你说你赚的比
比我多，对不对？对没错，我很羡慕，因为我羡慕你什么？我羡慕你穷的就只剩下钱而已，对，他很省，什么都没有，对，他很省。狗也是别人的，朋友也分手了，你还有什么？完蛋，讲到狗，我想要哭了呀！趁他在哭啊，就不如哭个够，再把那一题讲下去。对，来，就顺便把它哭完这样。你常常都会用那个卷电棒烫伤自己，对不对？因为你只能靠烫伤来博版面。为什么？为什么？是不是因为现在年老色衰，卖奶已经卖不掉了？哎，我跟你讲，要不是因为我跟你老公，你有工作吗？都不是靠我们上的节目吗？你有自己上了什么节目吗？你说有啊，我还是有自己在录。他好像没有独立接通告的能力。有啊，没有这个能力。我昨天在独立接。一个人吗？没有，你老公没有。没有啊，一个人去的。一个人去的。有吗？有这个东西吗？我没有。你看我现动 IG，我昨天就 po 了。当然有啊。他主题是什么？我就是说我一个人也能上通告。不要吓坏唐老师，唐老师平常在9点的时段呢，我们有这么急。对呀，我不知道这里互相伤害。但我不是每一集都这样，也不要笑。偶尔。哎，今天敢来挑战的都厉害呢。对呀，你们不要我觉得这一组比较严重。要走心了，走心了。这一组讲的好真实。好，谢谢你们的分享，谢谢。好，要好好听演讲。感谢大家收看，记得订阅11点热炒店 YouTube 频道。See you next time, together forever.